Leo，别问为什么，你现在拒绝我一件事。拒绝什么？我周六要搬一批东西，你来帮我搬。不行，我周六有事。停！怎么了？我拒绝的不对吗？你知道刚才那两个字在中国人耳朵里有多硬吗？可是我说的是真话，我周六真的有事。真话没错，问题是你把不行放在了第一个位置。那应该放在哪儿？先别急，我们再来一次。Leo，周六来帮我搬东西吧，人手不够。我可能，可能什么？我时间上有一点不太好安排。几点都行，你说个时间。那下午，好，下午2点，我等你。等一下，我怎么答应了？你确实答应了。我明明是想拒绝的，我知道，你太软，我一推你就倒了。所以我硬也不行，软也不行。你不是不会拒绝，你是不知道中文里的不应该放在哪儿。拒绝还有位置的问题。有，中国人说不的时候，很少把它放在句子的最前面，那放在哪儿？放在时间里，放在能力里，放在别人身上。这三个地方我一个都想不到。今天我们就一个一个把它们找出来。小月，我有个问题，我一直不太敢问。你问。中国人不直接说不，是不是有一点不诚实？这个问题问得好，很多人心里都这么想。因为在英国说不去就是不去，大家都不会生气。我先反问你一句，你拒绝的时候，拒绝的是这件事还是这个人？当然是这件事。可是听的人不一定这么想。你是说他会觉得我在拒绝他？中文里的拒绝，第一件事不是把话说清楚，是不让对方觉得他这个人被否定了，所以绕一点是为了保护他。也是为了保护你自己。你今天让他难堪，明天你有事就不好开口了。我明白了，这跟我们上次说的面子有关系。有关系，但是不一样。面子讲的是场面，拒绝讲的是分寸。分寸这个词我听过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分寸就是多一点太过，少一点不够的那个位置。这也太难把握了。不难，因为它是有规矩的，不是靠感觉。真的有规矩啊？有，今天分两半，上半场我教你听懂别人的拒绝，下半场呢？下半场我教你自己怎么拒绝还不伤人。我先让上半场，我怕我已经错过很多次了。你肯定错过了。开始之前，我先给你一句话，你记住。你说，你的中文说的糙一点没关系，但是你听必须听得准，为什么？因为说错了别人会原谅你，听错了没有人会告诉你。我们从最常见的一句开始，再说吧。这句我说，再说吧，就是以后再讨论，对吧？不对，再说吧的意思是这件事到这里结束了。什么？90%的情况下再说吧，就是不。可是它字面上明明是以后再说。字面上是把话往后推，实际上是把事情放下。那我上个月，你上个月怎么了？我约一个朋友去爬山，他说再说吧，我等了3个星期。你等到了吗？没有，我还以为他忘了。上个星期又问了一次，他怎么回你的？他说最近有点忙，再说吧。那是第2次拒绝了，而且比第1次重。我完全没有听出来。跟再说吧，一家的还有几句，到时候再说，以后有机会，改天吧，有空一起。这些全都是拒绝。这些全都没有日期，中文里没有日期的约定就不是约定。第二类是什么？第2类我叫他考虑型，我考虑一下，我想想，我看看，让我想想。这个听起来是真的在想。你要看的不是这句话，你要看的是后面3天。3天？ 3天没有消息，答案就已经给你了。他不会再来说一声吗？不会，因为在他心里，那句我考虑一下已经说过了。所以我不能再去问。可以问一次，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第三类呢？第3类最有意思，我叫他把人搬出来。搬谁？
搬一个不在场的人，我得问问我爱人，我问一下我们领导，家里可能有安排，我们再研究研究。这些也是拒绝？只要决定权跑到别人身上，那基本上就是拒绝。为什么要这样绕？因为这样一来，说不的那个人就不是他了，他把责任交给了一个不在场的人，而且你没有办法去跟那个人商量。这一招真高。最后一类是困难型，有点困难，不太方便，恐怕不行，有难度。有点困难，是不是还有一点希望？一点都没有。中文里说有点，很多时候就是很那不太方便呢？不太方便，还多一层意思，就是别问原因。连原因都不能问。他要是想让你知道原因，他刚才就直接说了。我以前每次都追着问为什么。那你等于逼着他现场编一个理由。完了，我做过好几次。从今天起改还来得及。小月，这些句子太多了，我记不住。那我给你3个判断的办法，比背句子有用。好，我拿笔记一下。第一，听后面有没有下一步。什么叫下一步？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时间，我看看这个星期的安排。周3给你回话，这是真的。那光说我看看呢？光说我看看，就是没有下一步。懂了。第二个办法呢？第二，看他问不问细节。细节？真要来的人一定会问几点，在哪儿，要带什么，穿什么方便。因为他心里已经开始安排了。对，他不问细节，就是他没有把这件事放进心里。这个太准了。我给你一句话，你可以记一辈子。你说。中文里最响的那个不，是一个没有细节的答应。没有细节的答应。他说好啊好啊，一个问题都不问，你就该知道了。可是他明明说了好。他说的是我不想让你现在难堪。第三个办法是什么？第三，看决定权在不在他手里。就是刚才那个把人搬出来。对，他一开始就把爱人、领导、家里搬出来，事情已经结束了。我现在用这3条，回头看我那个爬山的朋友。你说说看。第一条，他没有下一步，只有一句再说吧。中了1条。第二条，他一个细节都没有问，没问几点，也没问哪座山。重了2条。第三条，他后来说要看家里的安排。3条全中。所以我等的那3个星期，其实第一天就结束了。现在你知道了，以后你能省下很多个3个星期。上半场我听懂了，现在教我怎么说。中文的拒绝有一个固定的形状，3步：接、挡、补。跌挡补。第一步接，你得先把对方的话接住。怎么接？谢谢你想着我。哎呀，真不巧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挺想去的。可是我心里根本不想去。那你也得先接，你不接，对方听到的第一个字就是不。第一个字有那么重要吗？非常重要，人的耳朵只记得住开头和结尾。明白了。第二步是挡。挡就是给一个理由，这一步有一条铁律，你说。不要给一个可以被解决的理由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我没钱，对方说我请你。那我就没话说了。你说我不会做，对方说我教你。你说我没车，对方说我来接你。他把我的理由一个一个都拆掉了。然后你只能答应，或者最后翻脸。那什么样的理由是安全的？3类：家里的事、身体的事，已经答应了别人。为什么这3类安全？因为对方帮不上忙，也不好意思往下问。我不想去行不行？那句话在中文里太重，只能对最亲的人用。可是这些理由有的不就是假的吗？这个问题我等你很久了。那你怎么回答？你可以说真话，但是你不用说全部的真话。挑一部分说。挑一个真实的，可是他解决不了的部分说。这个我能接受。第3步，补。补是什么？给他一个后面还有的感觉。比如说，下次我请你，
你要是找不到人，你再教我，我帮你问问别人。这不就是刚才那个在说吧吗？不一样，刚才那是别人对你用，你听出来就行。现在是你用，你心里得有数。那我给的这个补，要不要真的做到？能做到的就说具体，做不到的就别给日期。所以补是给关系的，不是给这件事的。这句话你说的比我好。顺序能不能换？我先说理由，最后说谢谢。不能换，先说理由，听起来像辩解。便捷。像你在证明自己没有错，那对方就更不舒服了。好，我试一次，你再问我一次周六。Leo，我周六要搬一批东西，你来帮我吧。哎呀，真不巧，我周六一早答应了我妹妹，陪她去医院。这个我推不掉，她一个人不敢去。明白了。你要是周日还没搬完，你叫我，我一整天都在。满分。真的。挡，补，一个都不少。而且你这个理由我拆不动。因为我妹妹你请不动。我总不能说那我陪她去。可是有的人就是听不懂，那怎么办？这就是下一件事。中文的拒绝是有档位的。档位？像空调那样？差不多，从最软到最硬，我给你排一排。你排？再说吧，我看看，恐怕不行，这个不太合适，我真的帮不了你。最后一句已经很重了。还有更重的，对不起，我不能。这句我不敢说。所以你才会被人缠住。你怎么知道我被人缠住过？你说说看。上个月在健身房，一个人跟我说了40分钟。你说了什么？我一直说，我再想想，我下次来看看。你在最软的那一档上转圈，他当然不放你走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记住一条规矩，对方第二次问的时候，你必须升一档。第二次就要升？对，第一次他可能真的没听出来，第二次他就是在试你。如果我不升呢？那他会问第3次、第4次，因为你每次都留了一条缝。所以我以为我在客气，其实我在给他希望。而且到最后你一定会说重话，那个时候比一开始说清楚更伤人。给我几句升档用的话吧。3句，你背下来。第一句，这个我真的帮不了你。很明确。第二句，我理解你的情况，可是我这边确实做不了。这句给了面子，但是没有留缝。第3句最重要，你别等我了，你去找别人吧。这句听起来有一点冷。不冷，你让他去找别人，是把时间还给他。原来这也是一种好。拒绝里面最善良的一件事，就是让对方早一点去找别人。小月，我想问几个具体的场合，就是我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那几个。你说最难的那几个我都知道。第一个，别人跟我借钱。这是最难的一个，因为你说你没钱，对方根本不信。那到底应该怎么说？借钱的拒绝不要谈钱，要谈规矩。谈规矩是什么意思啊？你就说我给自己定过一条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借钱。出去。为什么这样说就有用？因为规矩是对所有人的，他就不会觉得你是单单不肯帮他一个人。懂了。第二个场合，饭桌上劝酒。这个更常见。你说你不能喝，他们就说少喝一点，喝一口也行。我上次就是这样被劝了3杯。你要给一个身体上的理由，而且一定要说的具体。比如说什么？我最近在吃药，医生说这个月一口都不能碰。这句话没有人敢再劝。因为万一真的喝出问题，劝的那个人也有责任。你越来越懂了。第三个，同事让我帮忙，可是我自己手上也一堆事。这个不要说我不帮，要说我什么时候能帮。把拒绝换成时间。对，今天下午我要交一个东西，明天上午我可以帮你看一下。那他要是说今天就要呢？那你就说，那你先找别人吧，我这边今天真的排不开。又回到那句，你去找别人。这句话在哪个场合都好用，你可以当成一张万能牌。第四个，亲戚要给我介绍对象。这个不能硬拒绝，因为硬拒绝伤的不是那个对象，是介绍人的面子。
那要怎么说才行？先谢，再把问题挡在自己身上。谢谢阿姨想着我现在工作还没稳定，我怕耽误人家。把问题说成是我自己的问题。对，这样谁都不难堪，他也好去回话。还是接档补那3步。你看，换了4个场合，形状是同一个。还有一个问题，在微信上应该怎么办？微信上更难，因为对方看不见你的脸，也听不见你的声音。对，我打出来的字总是显得很冷。所以在微信上拒绝，你要多做3件事。第一件是什么？第一，别秒回一个不行。不是应该回得快一点，比较有礼貌吗1秒钟都没有想的不行，看起来就像你根本没考虑过。那我应该等多久？想1-2分钟就够了，让对方觉得你认真想过这件事。那反过来呢？如果我拖了很久才回，那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信号了。在微信上回得慢就是在说不，所以回复的速度也是一句话。速度是一句你没有打出来的话。第二件事呢？第二，字要多一点。为什么字要多？在微信上短就适应，你只发2个字，对方能想1个晚上。那我应该写多长？把接档补3步都写出来，也就3句话，不长。第三件事，第三，能发语音就发语音。语音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语音里有语气，有笑声，那些东西是打不出来的。我懂了，字太干净了，干净的像在办事。还有一个小东西，很多中国人自己都说不清楚，但是都在用。是什么？你拒绝完，最好在后面再加一个问句。加一个问句干什么？把话头还给他，别让整段对话停在你那个不上面。比如说，你那边还顺利吗？对，就这么一句，能救回很多关系。拒绝完了，就算结束了吗？还有2个坑，很多人在这摔。第一个坑是什么？别解释太多，可是我想让他知道我是真的有事。1个理由就够了，2个理由人家会觉得你心虚。3个理由呢3个理由那基本上就是假的。为什么越解释越假？因为真的有事的人没有空说那么多。而且我说的越多，他能拆的地方就越多。你学得真快。第二个坑呢？拒绝完了，隔2天做一件小事。什么小事？发个消息问一句，或者帮他一个别的小忙。这是干什么用的？告诉他，我拒绝的是那件事，我们2个人没事。这个我喜欢。那反过来呢？反过来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是别人拒绝了我，我该怎么做？这一半更重要，可是几乎没有人教。那你教我。第一，别问为什么。为什么不能问为什么？你一问，他就得当场编一个理由，你等于逼着一个人撒谎。我以后不问了。第二呢？第二，你要主动给他一个台阶。台阶是什么？台阶就是让他能体面的走下来的那句话。比如说，没事没事，你忙你的，我就是随口一问，下次有机会。所以我要帮他把这件事收尾。对，让对方的拒绝落地是你的责任。还有第3条吗？第三，同一件事别问第2次，因为第2次会逼他升档。你会逼一个本来对你很客气的人跟你说重话。小月，我想问一个不太好听的问题。你问。这一套，你们中国人自己不累吗？累，而且被折磨的最多的就是我们自己。真的。我等过一个永远不来的回复，等了2个月。对方说了什么？我看看，有消息告诉你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还有小时候，你问爸爸妈妈能不能买一个东西，他们说再说吧。那也是不。那是不，可是小孩子会真的等。工作里也有吧？领导说我看看，你就一直等着，不知道该不该往下做。所以这一套东西是有代价的。代价就是软拒绝把难受从今天挪到了以后，还加了利息。那你们不想改吗？再改。现在年轻人之间已经直接多了。
怎么个直接法？朋友之间会直接说不去，累3个字。这样不会不礼貌吗？不会，反而是亲近的证明。所以你们有2套2套，对陌生人、客户、长辈、公司里的人用软的那一套。对朋友和家人呢？可以直接，越绕反而越见外。那我一个外国人应该用哪一套？你有一个特权。什么特权？你说的直一点，大家会原谅你，因为你是外国人。那听呢？听不懂，没有人会来告诉你，你会一直在原地等。所以你开头那句话是这个意思。说可以糙，听必须准。那我说的时候有没有底线？2条，第一，语气要软一点，不行改成恐怕不行。第2条呢？脸上要有表情，你板着脸，说的再好听也是硬的。小月，你刚才说你自己也不会拒绝，那是什么时候？我开店第1年。店里的事？一个老同学每个星期来拿蛋糕。他付钱吗？他说先记账上，回头一起给你。那你记了吗？我记了，可是我一次都没有催过。为什么不催？因为他每次都很热情，还跟别人说这是他开店的朋友。你不好意思开口。我拉不下脸，他每次说下次一起给，我就说不着急。这样过了多久？半年，账上3000多块。3000多？后来我实在扛不住了，发了一条消息，把话说清楚。他怎么说？他回了3个字。哪3个字？至于吗？然后呢？然后他再也没有来过。钱呢？前2个星期以后转过来了，1分不少。那朋友呢？朋友没了。可是你什么都没做错，你一直在让着他。我做错了一件事，我一直说不着急，其实我一直在着急。你以为你在保护这段关系？我以为，可是我只是在替他攒一个更大的难堪。攒？我省下来的那些次补，最后要一次还清，利息还特别高。如果第1个月你就说清楚呢？那他可能会不高兴1个星期，然后我们还是朋友。这句话有一点疼。所以我后来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再说吧，保护的是说话的人的今天，不是听话的人的明天。那你现在怎么做？软的方式，硬的内容，话可以绕，意思不能绕。我今天要记得，爱东西太多了，你帮我理一遍。7条，第一，中文里的不很少放在最前面，它藏在时间里、能力里、别人身上。第2条呢？第2，听拒绝看3样，有没有下一步，问不问细节，决定权在不在他手里。第3，没有细节的答应就是拒绝。记得很牢。第4，自己拒绝走3步，接、挡、补。第5，理由不能是对方可以解决的。第6，对方第2次问，你必须升1档。第7是给台阶。别人拒绝你的时候，你要帮他把话收好。屏幕前的朋友，现在可以想一想。想什么？你自信一次听到再说吧。是谁说的？还有一件事，你心里有没有一件不想去，可是一直没敢拒绝的事？那件事今天就可以处理了。Leo，最后换我来。换你？你上个月问我的那件事，我今天回答你。哪件事？你想让我周6去你们学校，给孩子上一节做蛋糕的课。对，我问了以后，你一直没说。我一直没说，就是我今天讲的那个毛病。那你现在说。谢谢你第一个想到我，我听到的时候是真的高兴。可是周6是我店里1个星期里最忙的一天，我走不开，我一个人看店。这个理由我拆不动。11月我可以，那时候店里不忙，你把孩子带到我店里来，我教他们做小饼干。挡补。你听出来了？我听出来了，而且我一点都不难受。这就对了，这就是今天这一期全部想说的。拒绝不是把人推开，拒绝是告诉对方你在我这里是什么位置。今天就聊到这儿，谢谢你们听到最后。下次你想说再说吧的时候，
试试看把那句话说完整。